说真的，现在 AI 1秒钟就能吐出上万字的文案，你看到这速度，心里是不是也跟着慌了一下？别担心，今天这份解析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个痛点。我们要来聊聊，在 AI 时代，你该怎么从一个靠着感性苦干实干的纯文字生产者，成功大转型，变成用数据说话的个人媒体经营者。接下来，我们会顺着这4个关键阶段来拆解整份职涯转型地图。看过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只要用对方法，AI 根本不是来抢饭碗的敌人，而是你用来放大影响力最棒的杠杆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写作者的生存危机。让我们先来面对那个可能压在你心头上的迫切威胁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怕你的写作生涯哪天就突然被 AI 给完全取代了？其实啊，对于许多现在还单靠满腔热血在盲目创作，完全没有科学化路径规划的人来说，这个恐惧绝对是真的，而且迫在眉睫。这张图非常精准地点出了问题的核心。你看，如果你还是用以前的思维，把自己当成单纯凭感觉写作的纯文字生产者，那你真的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。但如果你转个念，把自己升级成理性的个人媒体经营者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你不但不会被淘汰，还能把 AI 当作工具，成为市场上无可取代的角色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多短暂呐！如果你还是闭门造车，辛辛苦苦敲了10万字，却根本没人看，那种挫折感，说真的，这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跟金钱而已，你会很快陷入严重的职业倦怠，最后搞到只能无奈放弃梦想，这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所以啦，要打破这个僵局，我们得从感性走向理性，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部分：数据化盘点与定位。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套超实用的5阶段职涯转型地图，它就像是一套科学导航系统，会一步步带着你从发掘你最原始的天赋开始，一路走到建立起能帮你赚钱的个人品牌。这点我觉得超级有意思。为了保持客观，我们直接拉出美国劳动部 O/NET 国家级职业大数据库的资料。这可不是谁随便说说的哦，这是大数据明确定义出来的。它清楚列出了一个专业创作者必须具备的核心技能，像是书面表达和批判思考，还有你需要懂得知识领域以及该具备的工作风格。这就是帮自己做体检的黄金标准。有了 O-Next 这个客观数据当底子后，下一步就是要把它跟大名鼎鼎的 Ikigai， 也就是生存价值模型结合在一起。说穿了，你就是要去找出一个甜蜜点，这个点必须是你热爱的、你擅长的、市场刚好非常需要的，而且还能让你赚到钱的。精准踩在这个交集上，你的创作才能走得长长久久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得先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你到底是哪一种类型？是很会引起共鸣的故事型，还是特别会拆解复杂问题的分析型，或者是对市场风向很敏锐的洞察型？把这个抓出来，然后再去跟刚刚 O-Net 的能力清单做对照，做个全面的优劣势分析，你的定位就会非常清晰了。定位一旦锁定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3部分 AI 时代写作系统。我们要开始把这些原始般的天赋打磨成专业的武器了。这边真的需要一点刻意练习，你必须学会怎么设计所谓的钩子，来抓住读者的眼球，这超重要的。同时，你得开始打造自己的数位第2大脑，像这里提到的卡片和笔记法就非常好用。最后，写完文章后，你得切换人格，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专业编辑，毫不留情地把你文章里那些多余的废话全砍掉。探讨到这里，我们就能完美回答那个关键问题了：为何 AI 其实是强化写作力的神队友？你看，与其把它当假想敌，不如把它整并到你的工作流程里，当做强大的数位杠杆。从前期发想点子、列大纲，到中期帮你在一大堆文献里抓重点，再到最后帮忙认识错字，这些繁琐的苦差事全交给 AI。
这样一来，你的大脑就可以100%专注在产出独特观点上了，这不是很棒吗？还有一个绝对要记住的观念，千万不要再闭门造车了。在你傻花半年写一本书之前，先把你那些点子写成短文，丢到 Threads 或 Medium 上测水温，让最真实的数据反馈来告诉你，读者到底对哪个主题有反应。反应好的，我们再来慢慢扩充，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好，当我们产出了这些又有数据背书，又有 AI 帮忙打磨的好内容后，最后进入第4部分，来看看怎么打造你专属的个人品牌护城河。你要知道，好的内容是有生命周期的。它一开始可能只是一篇社群短文，得到好回响后，你把它扩充成书里的一个章节。接着呢，你还可以把它录成一集 podcast， 甚至包装成线上课程。这就是透过不同媒介，一步步把你的专业权威形象给垫高起来。没错，这就是内容创作者的终极武器，写一次卖多次。透过这种多模态的转换，你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个人品牌创造一种指数型的复利效应，你的影响力跟商业价值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所以请务必把这句话放在心里，卓越的创作者绝对不会傻到去跟 AI 拼资讯处理的速度，你拼不过它的嘛。但是AI 算力再强，它也永远无法复制你独特的 Ikigai， 你真实走过的人生体验，还有你透过各种不同媒介跟读者建立起来的品牌信任感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护城河。好了，这一份转型地图已经清清楚楚地摊在各位面前了。那么看完今天的解析，你想先从哪一个特定的写作领域开始呢？是商业工具书，还是有趣的科普创作？不妨就在今天试着用 O-Net 的标准帮自己做个科学化盘点，正式启动你的转型之路吧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解析，我们下次见喽。